公司裁员，裁到了我头上，给出的裁员理由竟是作为公司唯一的女高管，连酒桌文化都不愿维护，还未等我离职，就把我踢出了业务群，甚至还扬言，要不是长得漂亮，总监轮得上她当，公司离了她照样赚。呵呵，我直接笑了。公司利润有将近都是我带来的，离了我照样赚。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被裁员了，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医院，一边滴着点滴，一边在电话里和公司新来的 HR 据理力争了起来。凭什么裁员能裁到我头上？公司刚开始发展，是我陪着老总白手起家的，从无到有，一步步打下现在的江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说裁就把我裁了，你们有良心吗？公司新来的 HR 魏宁极其不屑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宋总，不好意思，这是上面的决定，您和我生气也没有用，要怪就怪您不肯配合公司好好维护酒桌业务吧。听了这话，我当下恍然大悟，原来就是因为我作为公司唯一的女高管，之前在会议上提出关于公司的女同事要将参与酒局视为业务能力的绩效考核其中一项，投了反对这一票。多么可笑的裁员理由，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看了眼已经快要滴完的点滴，我拔了针管，当下就在电话里飙了：想裁我可以，让陈斌和我谈。魏宁也火冒三丈：宋冉，我要是你，趁早识相些，还能得到一些赔偿，还想和陈总谈？做梦去吧！我和陈斌认识时间不短，仔细说来也有7、8年的时间。我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只不过他是比我大2届的学长，家里有矿，毕业不久就用家里的钱开了一个公司。那时我还在上一家公司做销售，业务能力很是不错。偶然的机会，我作为公司服务项目的乙方，正好和他们公司有业务往来。当时他对我的工作能力很是满意，尤其在听说我们是校友以后，更是积极挖我去他的公司上班。可我们这个圈子说大也不算大，他的那个公司毕竟是个小公司，算上他员工也就20几个人，因此也一直没答应他。后来没想到我工作的公司老总总想找借口占我便宜，我才提了离职。惹不起我总能躲得起。之后不久，正好市里新开一个外资招标项目，陈斌他们想大干一场，借着这个机会扬名，一而再再而三地求我过去帮忙，承诺每年给我30万的年薪，每年再加公司分红5%，画饼5年内公司一定会壮大发展，实现上市，而我到那时也可以作为公司高层，享有公司股权，不用花1分钱就可以实现资产阶级跨越。当时听了这话，脑袋一热就答应了。公司能发展到现在，几乎全都是靠着我和手下的组员求爷爷告奶奶，四处找关系，拉业务，才一步步走到现在。6年过去，眼看着公司从当初20几个人的小公司，逐步成长为行业细分领域的领头羊。前1年才入了行业巨头的法眼，同意资金入股，财大气粗的一下子买了75%的股权，成功实现上市，过上我期待已久的生活。短短1年时间，公司里的老员工就所剩无几。作为公司唯一的女高层，只要不动我手底下的人，这些争权斗争我本不想参与，只想安心管好我手中的1亩3分地。偏偏他们得寸进尺，我又岂能轻易放过？裁员裁到我这个销冠头上，可真有意思。于是我从医院出来之后，
便直接打了辆出租车，直奔公司而去。刚回公司，我的私人办公室里已经住进了一个男人。办公室角落里堆着一个纸箱子，里边放着我的私人物品，还有笔记本。我面无表情地拿起箱子，推开办公室门。HR 魏宁已站在门口，笑意盈盈。宋冉，被夺走一切的滋味不好受吧？我不想理他，一个狐假虎威的小人而已。可他却得理不饶人，手中拿着我的相框，里面是我和公司同事团建的大合照。他眼神嫉妒地看着我，动作散漫地擦着手里的照片。大家都是女人，装什么清高？当初你能爬到公司唯一的女高管这个位置，还不是靠出卖色相？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学过几年空手道的我，一拳打在了他肚子上。魏宁一声痛呼，捂着肚子不停哭喊，表情看起来很是痛苦。原本以为写完他能消停些，没想到他更加嚣张，更加出言不逊。宋冉，你给我等着！你现在什么都没有，还被赶出公司。我们走着瞧。我冷笑一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本事你就来。说完拿起东西，大步流星地向陈斌的办公室走去，然后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陈斌像是被我吓了一跳，表情十分愤怒地站起身和我对峙。宋冉，你现在已经不是公司员工，在这里发什么疯？我偷偷摁开口袋中的录音笔，缓缓开口：为什么要辞退我？给我理由。只见他平日里斯文俊秀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阴狠。谁叫你是个公司唯一的女高管，整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碰都不让碰一下，不踩你踩谁？我眼里的愤怒几乎可以化为实质。我没有犯错，你凭什么开除我？他笑了笑，当然是因为要给新人腾位置。你要是不想离开公司也行，做我的女人，或者职位待遇减半。握了握拳，压下心底的愤怒。陈斌，这就是你裁员的真正理由？陈斌见我气不过，端坐在办公椅上，轻轻转动着笔尖，不禁笑出了声。宋冉，你作为公司市场营销部总监，在公司面临改革创意的关键时刻，不仅不主动配合公司业务要，还想要提薪。公司不裁你，裁谁？听到这话，我几乎被气笑了。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我不同意让公司女同事无条件参加你们的酒局，不愿意主动降薪这2个原因吗？作为公司老总，你不可能不清楚这些年来我宋冉都为公司做了什么。公司现在最大的股东也是靠我没日没夜喝酒喝到胃出血才拿下来的，凭什么不给我加薪，还要我同意降薪？陈斌听了这话，却全然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语气间还带着嘲讽。宋冉，今时不同往日，时代在发展，公司同样也要发展。宋冉啊，你要知道，现在社会上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抓一大把，质量高薪资的还任劳任怨。声音顿了顿，又继续说道：我刚才也说了，你要是想继续留在公司，也不是不能，要么做我的女人，要么从此以后薪资待遇减半。随后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今天是我要过来求他的一样。陈斌说完这些，又眼神示意般敲了敲放在桌面上的解除劳动合同协议，嘲讽般笑着说道：宋冉，你也别怪我心狠，毕竟公司现在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这么处理对你也算一个最好的结果。原来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结果就是忽略我这些年为公司做的所有贡献，等公司上市以后又过河拆桥一般裁掉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眼看着我丝毫没有翻看解除劳动合同协议的意思，又接着说道：“宋冉，这样僵持下去，不管是对你个人还是对公司都没有好处。念在你这些年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的份上，我还是给你申请了不少的补助的，你可以看看。”听了这话，我眉头一皱，随手翻开合同，越看越气愤。要不是为了保留证据，我真想把这份解除劳动合同直接甩他脸上。什么玩意儿？努力压下心底的那口怒火，声音平静：“这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工龄计算，里边不是2N+1，也不该只是一个 N 的赔偿吧？更别提你当初答应我的分红还有股份。现在你们给我的这份解除劳动合同，不仅没有2N+1的补偿款，甚至还想让我无偿把手里的股份交还给公司，算盘珠子都快崩人脸上了，要脸吗？”陈斌听了这话，毫不在意的笑笑，然后让等在门外的 HR 走了进来，代替他回复：“宋冉，经公司上层研究决定，你的工资截止到今天为止，至于你的工资补偿，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算。至于你手里的股份，如果你不选择主动交还到陈总手中，那么之后公司也会从你手里强制收购回来。”说完以后，又刻意补充了一句：“不管你愿不愿意，股份都是要还给公司的。我要是你，就识相一些，毕竟以后你不管进哪个公司，都是要进行背调的。”听完这些话，我毫不在意的淡然一笑：“如果我就是不还呢？”坐在老总办公椅上的陈斌听到这话，却是笑了，拿出笔筒里的钢笔扔了过来：“宋冉，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只可惜性子太过执拗了些。如果日后其他公司背调，影响你未来发展，得不偿失。”陈斌这一招，不得不说真狠。他的目的从始至终都不只是简单裁员，把我赶出公司，而是要逼我交出我手上持有公司的股份。最狠毒的，还是要借着背调的机会威胁我不得不做出退步。曾经让我以为可以视作靠山的公司，如今却成了刺向我的一把尖刀。这一切可真让人心寒。既然他们这么无情，我又何必看在以往的情分上，给他们留一点情面？可能连陈斌自己都不知道，他手上所拥有的股份并不算很多。如果真的发生了影响公司股价下跌的重要事件，他现在的位置岌岌可危。有些事情不是我不会做，而是我不想。如今看来，女人不狠，地位不稳这句话放在职场上同样适用。我暂停了录音，接过了那份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转身向外走去。身后的陈斌以为我已经妥协，语重心长地在身后说道：“宋冉，识时务者为俊杰，别着急走嘛，你得签完字以后给我们留一份。”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谁说我妥协了？陈斌，等着走劳务仲裁吧。”此时的陈斌和魏宁对视一眼，似乎完全没想到我竟然直接打算来这出。特别是魏宁，听了这话，眼神直直地盯着我，声音恶狠狠地说道：“宋冉，你要是敢这么做，你就死定了。只要你敢走仲裁这条路，我保证你都别想在江州市找到工作。”我装作很害怕的样子，直接回道：“哎呀，我胆子小，好怕呀，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离开陈斌的办公室以后，正好路过市场营销部，原来跟着我的团队的人当下就围了过来，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关心我的情况。“老大，你没事吧？”“就是啊，老大，他们怎么能这么对你呢？公司最盈利的部门就是咱们市场营销部，你要是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我笑了笑，对他们说道：“
我已经决定走人了，现在不是方便说话的时候。你们现在先好好工作，等有空了咱们再出来聚聚。文文拉住我的胳膊，小声在我耳边说道：老大，我们已经订好位子了，晚上咱们就聚。我笑着点头，直接答应下来。行，你们先回去工作，被人看见了不好。原来属于我团队的这些人都是我亲自挑出来的，跟着我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要说在这个公司舍不下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只不过现在的我自己还一身官司，根本不适合直接叫着他们辞职和我走人。他们和我不一样，除了养家糊口，还得还车贷房贷。辞职这种事情哪能随心所欲？以后等我站稳脚跟，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带走，拿着那一箱收拾好的东西，大步向公司门外走去。原来的那些老同事见了我，要么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表情，要么就是低头忙着自己的事情，生怕引火上身。这倒也正常，毕竟现在找个合适的工作也不容易。我一边等电梯，一边看着怀中的纸盒苦笑。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最后离开的时候，所有东西却只用一个纸箱子就能装满。按理来说，我今天也确实有些冲动，没有找到下一家公司就敢和他们叫板。可这一次我真的不想忍气吞声。我在建筑这一行业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业务水平绝对不差，要不然我也不会成为公司唯一的女高管。我的工作业绩是我的升职底气，只是却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一个长得漂亮却不愿意委曲求全的女人，就招了他们的眼。既然他们敢用这么荒谬的理由裁员，那我也绝对会用合理的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然我这次若是忍了，我手里的那些大客户以后又该怎么看我？回到车上，我随手发了一个朋友圈，今天一早就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有没有好心的大佬愿意收留在下？发完以后，我就打车直接回了家。刚洗完热水澡，就接到了舅舅打过来的电话。冉冉，你朋友圈发的怎么回事？你被公司裁员了，用不用舅舅帮你找律师啊？我把今天在公司发生的一切简单和舅舅说了下。电话那头的舅舅冷哼一声，有眼无珠的傻逼公司，居然敢辞退我们冉冉，还以为离了你公司能正常运转，眼睛真的是瞎了。不过冉冉，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要不要打算来舅舅的公司帮忙？我笑了笑，还没想好接下来的打算，先走劳务仲裁吧。这么多年也没好好休息过，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舅舅，你那边要是有认识的好的律师，可以介绍我认识一下。舅舅当即就答应了下来。这有啥？一会儿我就把他的电话给你发过去。舅舅老朋友家的儿子，听说是律所的合伙人，最擅长的就是打这方面的官司了。挂完电话以后，我看了眼朋友圈，刚刚发的那条信息点赞已经过千，就连评论都有好几百条，没有一条说我不好，基本都是恭喜我重获自由，还有一部分发来了私信，我开始一一认真回复。加上舅舅发来的那个律师微信后，我将今天在公司做的录音简单整理了一下，全部发了过去。除此之外，将解除劳务合同的协议也拍照发了过去。不到半个小时，律师已发来信息，通过法律途径，绝对会让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笑着道谢，想要请客吃饭，表达我的谢意，他却说不用客气。挂完电话，我心里想着，这个律师人还怪好的。原本想着休息一段时间，可一想到手上还有一个几千万的大单子没签，看来找工作这事
还得提上日程。就在这时，闺蜜许妍正好打来视频：“冉冉，你还记得我哥顾云吗？他前几年正好开了一家建筑公司，和你的就业专业也对口。”我随口说了一句：“也许顾云学长他们公司不缺人呢，还是不要麻烦他了。”许妍语气有些激动：“不麻烦，你不是手上正好有个大单子没签吗？你去他们公司，他高兴还来不及，你一过去就拿下这个大单子，给你的待遇绝对比之前好，考虑再三。”我说了一句：“那你先把顾云学长他们公司的网址发过来给我看看，我了解一下。”就在这时，电话那头突然出来一句男声：“你通过一下微信，我已经给你发过去好友请求了。”我愣了一下，连忙应下：“好的，学长。”挂完电话，看着刚过来的好友申请通知，简单至极的头像，我笑了笑。顾云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一样，最讨厌麻烦。晚上9点的时候，我刚看完顾云发来的公司相关资料，正准备洗漱睡觉的时候，他却直接打过来语音通话。慌乱之中，我按下了接通键：“学长，你好。”电话那头传来一道清冷的男声：“你好，宋冉，给你发过去的公司网站以及公司相关资料介绍，你现在应该也已经看完了。听许妍说你刚被公司裁员，我觉得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来我的公司，待遇的话可以直接成为的合伙人，26%的股份，每年享有分红。至于销售的工作，你如果还想做的话，也可以继续做，工资另算，每月5万，提成每单按10%来算，怎么样？”听到这么丰厚的待遇条件，我当下就愣住了神，一时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的顾云见我不说话，又继续说道：“你要是还有其他条件，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面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馅饼彻底砸闷了，这工资待遇实在是给的太多了。天知道我在原来的公司每单提成才1%，更别提比之前高出一大截的公司股份，这给的也太多了吧。我终于回过神来，直接回复：“顾学长，你给的已经足够了，我没有其他意见，刚才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而已。”电话那头的顾云明显松了口气，声音也比刚才随意了许多：“那等你这2天有空来公司一趟，我们面谈。”我爽快答应：“好，那您把公司定位发我一下，我明天过去。”挂完电话，我整个人懒懒地躺在床上，一下都不想动。工作这么多年，即使作为公司的销冠，我到目前为止，除了房租开销，也才存下不到20万的存款。即使手里有3%的股份，但如果被公司强制收回的话，也值不了多少钱。要想在江州市靠自己的能力买车买房，还有的打拼。但如果按照今晚顾云给出的条件，今年到了年底，我就可以攒够一居室房子的首付。一想到手里还有没有几千万的大单没签，我就觉得无比庆幸。要不是因为临时胃疼去了医院打点滴，那个单子怕是也便宜了陈斌他们。不仅没便宜他们，还成为了我新入职公司的敲门砖。我知道顾云之所以开出这么丰厚的条件，也是看在我手里那个几千万单子的面子上，开出高价想把我挖到他们公司去。但这很正常，毕竟这个单子不管是对哪个公司来说，都是一块香饽饽。顾云是个聪明人，不可能只是因为看在许妍的面子上才找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本身有这个业务能力，我有这个实力带领公司的业务更上一层楼。
最好的捆绑方式就是将公司的利益和我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目光深远，怪不得后来者居上，哪像陈斌想得太简单，以为裁了我这个人，公司的业务照常运转。可他却从没有想过，我一个女人，在公司其他男高管眼里都看不起的女人，为何我所带领的团队却能在公司年年拿销冠？身为女性，在建筑行业里从事市场营销的工作，本身就很吃亏。大部分客户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什么都不懂，只不过是借着性别优势来卖产品。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参加饭局拒绝甲方老总对我动手动脚，还被客户从头到脚浇了一瓶红酒。我没有哭闹，只是平静地拿起纸巾擦掉脸上的酒渍，拿出了那份工程合同，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最终拿下了那个客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坚持不断的学习，默默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将男人眼中的只有男人才懂的建筑相关产业知识全都学了个遍，保证所有客户说的要求，我都能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逢年过节，更是随叫随到。可以说，除了不陪酒陪睡，只要他们有需要，我几乎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真心是可以换的，看在我为了业务尽职尽责的份上，他们也终于对我改观，愿意把身边关系不错的朋友介绍给我。时间一久，就成了我的老客户。我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全是靠自己的能力。就凭这一点，陈斌想把我赶出公司，抢走我手上的客户，无异于痴人说梦。我手上正好还有一笔几千万的单子，当天晚上我就给客户发去信息，说明了我现在的离职情况。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对方公司老总已经给我发来语音：宋冉，签合同的事情不着急，这单子我只跟你签，等你新入职的公司定下来，咱们签就可以。我连连道谢，感谢李总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挂完电话以后，我给顾云发了一条信息，定下明天去他们公司参观的约定。第二天一早，我自己打车按照顾云发的位置去了他们公司。顾云公司的规模不算小，比我原来工作的公司还要大上许多，看着一点都不像成立不久的新公司。可根据我昨晚查到的资料，他们公司明明成立时间也才刚满4年，短短4年的时间就能把公司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足以证明顾云这个人很有手段。到了公司和前台说明情况以后，顾云亲自接待了我，将我带去他的办公室参观，直接给我递过来一沓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每年的盈利亏损情况一目了然。我笑着点头，感谢顾总的信任，随后低头认真翻看。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公司虽然接单量比不上之前的公司，但整体来说每年都在盈利。入职顾云的公司，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唯一担心的一点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大单子，他能不能吃得下？毕竟他们公司从前从未接过这么大的单子。顾云看着我有所顾虑的模样，直接解答了我的疑问。公司才成立4年时间，你应该也能看出来我背后有家里支撑，所以钱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此时我恍然大悟，家里有矿，想起闺蜜曾经和我说顾云家里条件很好，如今看来果真不错。听完这话，我放下手里的财务报表，抬头看向顾云：顾总，能来你的公司我深感荣幸，只是我之前一直都在工作，本来是想休息一阵再开始工作的，
主要是手里还有一笔6000万的大单子没有签，签完这单我想休息一段时间，你看可以吗？顾云笑着点头，顺手将早已准备好的劳务合同递了过来。你是公司的合伙人，随时都可以休息，不用上班打卡。我打开合同仔细翻看，条件和他昨晚说的一样，免费入股拿分红，薪资待遇也全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放心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将原公司持有的5%的股份无条件转让给了顾云。毕竟以我的背景，这5%的股权在我手里留不住，与其让陈斌强制收回，不如做个顺水人情。顾云笑了笑，从抽屉里拿了一把车钥匙扔了过来，声音好听地说道：听许言说你有驾照，这是公司给你配的车，完全由你支配。他对我这么信任，我自然也不能辜负。从公司出来，我先给李总打了电话，随后直接开车去签订了合同。刚返回公司，把签订好的合同交给了顾云，手机上已经收到了到账信息通知，按照公司盈利的10%打到了我的账户上。我眉眼弯弯，笑着从公司里走了出来。就在此时，接到了陈斌的电话，想来是发现到手的鸭子飞了，有些气急败坏。我直接摁断电话，开始了我的度假生活。劳务仲裁从提交材料到调解需要1周时间，在这期间，我去周边出名的旅游景点浪了一圈，再回去的时候，迎来了第1次调解。陈斌的态度与之前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给出了N+1的补偿方案。除此之外，再额外给予2个月的交接补偿费用。陈斌终于发现，公司离了我，他们日思夜盼的那个大单，还真就没有人能谈得下来。律师直接拒绝了这个条件，并提了我们的要求，需要支付2N+1的补偿费用。除此之外，还有最近这1年以来超出正常工作的加班补偿，以及未休完的年假补偿。法定工作每天8个小时，这1年以来，我却每天几乎工作12个小时，总加班时长已超2000个小时。现在既然已经撕破脸了，我就没打算再惯着他。以前总想着为了公司，最主要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现在看来还是我傻。话刚说完，对面的陈斌已急得跳起脚来，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加班还想要钱？做梦去吧！为什么加班？你心里没点数？那是因为你工作效率太低，别的人也加班，为什么就没你这么多事儿？我声音平静地回怼。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作为公司领导，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查查这几年来公司的盈利配比，再出来指手画脚。我工作效率低，我要是工作效率低，你公司都得跟着倒闭。什么都不懂，一天就盯着眼前的那1亩3分地，抓着蝇头小利不放。你这样的人，公司迟早要完。此时的陈斌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我没有再像以前一样惯着他。一时间气氛很是紧张。过了好久，脸红脖子粗的陈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恼羞成怒：宋冉，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顺便火上浇油：哟，恼羞成怒了呀？还谁给我的胆子？你给的呀。我这不是和陈总你学的吗？过桥拆河玩得溜溜的，耍嘴皮子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把单子从我手上抢回去啊！陈斌被我激的想冲过来桌子打人，幸好被对面的工作人员阻拦，不然姑奶奶我一定揍得他满地找牙。为了解气，我不断挑衅：是男人你就过来打呀，不打你就是孙子。那天的调解不了了之，
根本没有商量出结果。第二天一早，律师就去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我原本想着按照陈斌的尿性，这会是一场持久战，没想到他却率先提出了和解。团队的前同事私下和我透露，原来陈斌现在在公司的位置也有些尴尬。自从被资方入股合并以后，公司高管都在不同程度地给他施加压力。新来公司接替我职位的人又做不出业绩，斌现在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如果这个时候再因为劳务仲裁爆出负面新闻，将对刚上市不久的公司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各方压力之下，逼得陈斌不得不向我低头，找我的律师询问下次谈判的时间。此时的我正好在休息度假，左右着急的那个人不是我，索性将谈判时间推到了下个月再说。当天晚上，陈斌又一次换了个手机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的他不停地骂骂咧咧：“宋冉，你现在长能耐了，你就是故意的吧？以后还想不想在这行混下去了？你就不怕我把你的恶劣行为曝光出去，以后找不到工作吗？”我笑着回道：“好啊，有本事你就去做呀，看看我们谁能耗得过谁。”挂完电话，我又一次接到了魏宁的电话，语气温柔地劝说凡事好商量，只要我愿意回去交接工作，一切都好说。宋冉，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总要找工作，只要你愿意回公司重新交接，赔偿的问题都好谈。我沉思片刻，那就按上次调解时我方律师提出的要求进行赔偿。魏宁那边一阵沉默，一旁的陈斌却直接应了下来，答应他的条件，把钱转过去，只要把这单签了就行。第二天一早，律师那边已经代表我去了和解现场，拿到了属于我的应得赔偿。交完律师费用以后，我将陈斌还有魏宁的电话以及其他联系方式全部拉黑，交接签单，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拿到赔偿金后，公司前同事偷偷给我发来消息，原来我被挂上了行业的黑名单，共享文档中清楚地标明我的核人信息以及过往工作劣迹。劣迹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原因：宋冉为人自负，以自我为中心，不和同事好好相处，工作能力低，给公司和同事带来诸多麻烦。被公司裁员以后怀恨在心，带走了公司即将签约的项目，恶意仲裁索赔，建议永不录用。用脚直想，我都知道这一定是陈斌和魏宁两个人干的，但因为这个就曝光我的核人信息，实在过分。联想到之前被公司裁员，迟迟未能找到对口工作的几位同事，拉了一个微信群，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看到我发的信息，他们又急又气，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找到工作的原因。怪不得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收到面试，哪怕是小公司都不愿意让我入职。魏宁那个恶毒的女人，之前我好不容易通过一家公司的面试，被调的时候，她却专门搞破坏，手段真恶毒。所有人都在群里吐槽，我告诉他们准备起诉的想法，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半个月以后，由于对方律师拿不出相关合理证据，官司胜诉，原公司名誉也因为陈斌哥魏宁的一系列操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公司里的其他同事陆陆续续开始离职，公司业绩一落千丈，股价更是下跌严重。而此时的我也已经正式入职新公司。顾云在得知我原来的很多同事都在找工作后，主动提出了让他们来加入我的团队。
继续为新公司的业绩添砖加瓦。本来以为在这之后和陈斌他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万万没想到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又想法设法托人要到我的联系方式，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忙。电话里他说：“宋冉，看在我们当年一起创业的份上，求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公司是你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忍心就让他这么倒闭吗？”我笑了笑，声音冷淡：“我有什么不忍心的？公司又不是我的。再说，当初不是你的人说的吗？公司不管离了谁，都照样赚。”陈斌小心翼翼：“公司离了其他人能行，唯独离了你宋冉不行。你把卡号发过来，我再让财务给你打一笔钱，只要你肯重新回到公司来，万事都好商量。”我嗤笑一声，十分不屑：“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新公司的合伙人，你给我打钱，这叫恶意收买，这不是在害我吗？”眼看着我又一次拒绝他的请求，陈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不要脸，再一次打起了感情牌：“宋冉，你在公司工作了6年，他是你一路看着发展到现在的，你怎么就能这么狠心，亲眼看着他垮掉？”听到这话，我勾起唇角，把我恶意裁员的公司，我又怎么会不忍心看着他垮掉呢？再一次拉入黑名单后，只觉得世界一片清静。不久之后，南城地标建筑重新招标，不论是作为新公司的合伙人，还是市场营销部总监这个身份，我都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就在我带领团队不辞辛苦、加足马力开干的时候，网上和相关论坛却流出来不利信息，主要是攻击我个人的。他们都说我所有拿到手的项目基本都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还有人放出了一堆我参加酒局的照片，所谓的照片也不过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在座的女性也远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大堆不知情的人在下面留言。大家想一想，凭什么宋冉会拿下一个又一个的项目？难道只是因为他有能力吗？谁不是辛辛苦苦做招标书，四处求人拉关系谈业务的？凭什么他就能拿到一个又一个的项目？是啊，我记得他刚参加工作的第1年就拿下了一件那个项目，多少前辈都啃不下的硬骨头，硬是被他啃下来了，不得不让人怀疑这背地里是不是有什么交易。还能有什么交易？年轻漂亮就是资本。宋冉长得漂亮，又舍得下脸，除了那一身皮囊，还有什么本事？团队的组员小王指着那些评论，看起来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气恼。老大，这些人的心也太脏了，自己没本事就看不得别人好，我一定要骂死他们。出了这口恶气，我淡然一笑，浪费这口水干嘛？没有必要和他们生这些嫌弃。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应该是把所有精力投入项目当中。如果这次能拿下这个大单，提成够我们吃1年的。顾云也看到了这些新闻，为此还特意召开了会议，劝说大家不要理会网络上的这些谣言。对方会用这些手段，无非是走投无路，想用这些谣言扰乱我们的军心。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在与他们的口水战中，才是真正中了他们的奸计。我心里也明白，光靠这些网络聊天截图根本不能把对方怎么样，最多就是一个赔礼道歉，对他们产生不了任何实质性影响。我要的结果从来都不是这些，我要的是一击致命。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南城那边也默契的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和我们采取一样的对策。项目在双方齐心协力的合作下稳步推进。对方在招标会上
对我们公司提出的新技术和工艺设计很感兴趣，觉得我们的想法如果能付诸实践，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新开端。尤其是在看到我们交的提案之后，边看边提问，甚至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整个过程，话虽然说的不多，但很多都是关键点。我心中不禁感叹，幸亏项目自始至终我都有参与，凡事亲力亲为，不然今天还真怕过不了这一关。看来即使成为公司合伙人，也不能就此放松，还是要逼着自己像以前一样，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跟上市场的节奏。终于在对方全面了解提案以后，问了一些专业问题和设计工艺以后，资方拍板决定同意由我们公司签下了这个大单。签约的时候，台下的陈斌和魏宁满目阴狠，看他们的表情，感觉像是想要咬死我。只可惜现在是法治社会，人还是要靠自己真正的本事，而不是靠那些歪门邪道、妄想走捷径的那些人，注定会失败而归。由于新技术也算第一次投入使用，施工方也不是很熟练，模拟多次才能得出最合理的参数。我们公司全体员工一门心思扑在了项目上，对于网上的谣言一概不理，反倒是顾云闲暇时会问需不需要帮忙处理那些流言蜚语。我笑着摇头，拒绝了他的好意。不久之后，项目正常开工，谣言此时也彻底平息了下来。曾几何时，我也把原来的公司看得很重，毕竟是我一路亲眼见证它成长起来，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原公司还没上市之前，公司规模虽然不大，但工作氛围很好，偶尔加班，但大家互相配合，相处愉快，薪水也可观。我当时甚至在想要在公司干到退休，实在没想过靠市场部的业绩让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之际。前段时间还和我打成一片的陈斌，转眼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把公司卖给了出资方，说是上市以后保留原有的组织人员架构，一切都按照原来的方式发展。却等我升为公司唯一的女高管时，所有人都恨不得拉我下马。在他们看来，我一个正值婚育年龄的女人，不回家结婚生孩子，反而是和他们一群大男人在职场上竞争，领着和他们一样多的薪水。这本身就是一种原则，潜移默化的矛盾之下，日积月累，成为了一座随时都可能崩塌的火山。人事发生变动，开始陆续找老员工谈话。那段时间人人自危，同时也让我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公司就是公司，只谈利益，不重感情。公司是大家赚钱的地方，我们付出劳动，公司支付我薪水，就这么简单而已。在我之前离开公司的那些老员工，都是被陈斌找各种理由借口恶意裁员的。在他看来，刚刚毕业找工作的大学生才能称得上廉价劳动力，那些没接触过的东西，只要培训就好，就可以陆续上手。所以在老员工所剩无几之后，把主意打到了市场营销部的头上。我作为分管市场影响部的高管，有以身作则，为公司排忧解难的职责，更应该起带头作用，无条件服从公司的人事调动。可他从没想过，如果没有我带领手下的团队为他谈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单子，公司根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兔死狗烹，唇亡齿寒，人情冷暖，一夜之间，我也算深有体会。他们这么残忍而无情地对我们这些老员工，我为什么还要给他留情面？情面这种东西，我愿意给才有，我要是不愿，
就是一场笑话。我宋冉虽然家庭条件一般，手上也没有太多的和人资产，可我不是圣母，从来都不会做那些以德报怨的事情。谁让他们当初裁掉我，也算活该。公司老员工大批离职，新员工无从下手，业务量紧锁，盈利项目毫无进展，公司名声一落千丈，这些都是急需要处理的问题。此时的陈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听说陈斌作为公司的领导，在股东大会上被资方点名批评。为了调查清楚这起事故，资方还派了专人去原公司调查。一向深受陈斌信任的魏宁，此时也终于失了庇护，被拉出来挡枪，包括陈斌也被喷得体无完肤。一怒之下，全部把气撒在了人事头上。之后不久，陈斌又一次厚着脸皮换了一个又一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再次按照以前走过的老路给我画饼，好大一个饼，承诺只要我愿意回到原公司去，薪水翻倍，股份加倍。如果我不想要股份，还可以直接套现，其他我不感兴趣。但关于套现这个话题，我还挺感兴趣。据我所知，陈斌手上的股份只有30%多，如果套现一部分，剩下的股份根本不足以支持他在公司拥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我在怀疑，这一次他难道要放弃这个公司？听完他的话，我当下对他冷嘲热讽一番，根本不信他画的那些饼。接任我所有工作，新来的市场部总监由于无法拉动公司业绩增长，不仅被开除，还被资方追责。作为招他进入公司的人事魏宁以及总经理陈斌，同时也被免了职。这些事情都被登上了新闻。按照行业用人习惯，他们几个人以后大概不会再被其他公司录用。资方也是从这之后才意识到用人不善的问题，可一切到底为时已晚。建筑行业投标招商本来就狼多肉少，竞争比其他行业都要激烈，原公司自身人员储备不够，业务能力又低，自然不是客户的第一选择。没过多久，原公司在建筑行业就日落西山，渐渐被人遗忘。1年以后，我在新闻上再次看到资方财产清算的时候，心里不免感慨，当初上市入股的时候有多风光，如今就有多落魄。所以呀，低调点做人做事，永远都有好处。陈斌还有魏宁离开公司后，被资方告到了法庭。原来他们在职期间曾经将公司的机密文件出卖给对手公司，恶意竞价，获取不正当利益，证据确凿。魏宁和陈斌分别被判了2年和4年的有期徒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由于资不抵债，陈斌名下的那些房车全部被法院查封拍卖。至于陈斌为什么会知法犯法，我想不过是他觉得自己有人脉背景，看不起我们这些家世背景都普通的打工人而已。只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栽在自己最不以为意的地方里。我们可以普通，但我们必须遵纪守法。我们也可以能力普通，但只要我们尽力做好自己分内之事，那么成为社会精英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